头青，懂不懂规矩？进别人的地盘，不知道先递帖子，空着手就来了。里面的恶贼听着，数到3，立刻滚出来受死，否则本将军今日就踏平这绝命谷，把你们剁碎了喂狗。老二，跟一群死人废什么话？直接放火烧山吧。攻击！肉盾，还是绝命阁穷得揭不开锅，派个刚断奶的孩子出来碰瓷。呸！吵啥？哪来的愣头青？懂不懂规矩？进别人的地盘，不知道先递帖子，空着手就来了。绝命谷改托儿所了？没听说啊，将军。哼，我在恶人谷混了3年半。连那只大黄狗见了我都得绕道走。喂，那个黑炭头，看你这马不错，腿够长，杀了吃肉肯定劲道。把马留下，衣服扒了，跪下磕3个头，本座饶你不死。小娃娃，让你家大人滚出来，晚一步，本将军把你这破谷给平了。好久没遇到敢跟本座叫板的硬茬子了，这黑大哥看着挺精打。找大人，本座就是这儿最大的大人。哼，看招，天女散花。那是大夏皇室特赐，只有成亲王府嫡系血脉才有资格佩戴的麒麟锁。背面这个鸠字，是3年前妹妹满月宴上，我因为刻得太丑，被亲爹拿着藤条追了3条街的杰作。每一道划痕，每一个牙印都无比熟悉。绳结是用最复杂的9转同心结编的，天下独一份，是我熬了3个道宵亲手编给妹妹的。怎么样，黑炭头，怕了吧？告诉你们，这金镶玉的板砖，本座库房里堆成了山，拿来盖茅房都嫌硌脚。识相的就把那匹黑马留下，再给本座磕3个响头，喊一声大当家万岁，不然本座就把你们的腿打断，种在土里当萝卜养，明年秋天还能多收几条腿。大哥，没跑了。这目空一切的狂劲儿，这满嘴让人听不懂的胡话，还有这天生神力，这绝对是咱陆家的种。欢迎收看本期关于我打劫了自己亲哥这回事儿。小祖宗哎，那是活阎王啊！快回来，别去送人头，快跟淑辉地窖躲躲。这点子扎手，咱们吞不下。祖宗松手啊，命要紧。放手！那是本座的肉，那是本座看上的马，谁敢拦着，我要把他烤了下酒！放开他！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屠了你们整个谷！胡主少谷主跟这帮官狗拼了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让开，挡住本座了！小的们，怕他个球！他就一个人1把枪，给本座一起上，咬死他！慢着，别动手，别动伤我近情。自己人，全是误会。看，这眉眼，这神态，这藐视丛生的霸气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这俩人眉宇间那股子看谁都不顺眼的狠劲儿，确实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是那帮京城的达官贵人来接流落在外的千金大小姐了，这哪里是杀神，这是财神爷呀！哎，我的亲娘啊，原来是家里人啊，吓死老子了！有阴谋，绝对有阴谋。这2个领头的凑在一起嘀嘀咕咕，定是在商量什么损招。难道是看硬功不行，想用美男计？哼，想算计本座，也不去打听打听。绝命谷方圆500里，谁不知道本座是铁石心肠？秋儿，别闹了，跟哥哥回家吧。家里有大房子，有软的像云一样的床，还有吃不完的桂花糕和糖蒸酥酪。少来这套，想招安本座，当一告诉你，宁做鸡，本座这绝命债虽小，同免独立山头，门儿都没有。招安山头，这孩子3年到底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？怎么开口全是江湖口训？这突如其来的认亲，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欢迎收看本期
关于我打劫了自己亲哥这回事儿。这要是谈崩了，这3万大军再杀回来，我们还不得被剁成肉泥？大当家，别冲动，这可是现在叫成亲王府的大堂口的。这2个人听说那个帮派富得流油，地盘比咱们这股大1万倍，遍地都是。他们这是看中了大当家您的才华，想请您去京城当总瓢把子，主持大局啊！来人，把咱们准备的物资都抬上来。这是我们京城分舵特意孝敬给古里兄弟的入伙费，只要大当家肯赏脸去京城坐镇，这些都只是见面礼，以后还有更多。好家伙，随身带着这么多现银口，确实是块肥肉，值得本座亲自去咬一口。软的，真金，成色十足。行，看在你们这么懂规矩，连投名状都备好了的份上，本座就勉为其难去接管你们那个分舵。以后跟着本座混，只要本座有一口肉吃，就少不了你们一口汤喝。好好干，本座不会亏待功臣的。恭喜成亲王府成功聘请绝命谷大当家出任京城分舵总瓢把子。好，只要妹妹肯回家，二哥就算喝汤也愿意，喝洗脚水都行。这么大个子，居然只想喝汤，看来是个傻的。以后得多给他抢2块肉补补脑子，毕竟是自家新收的头号打手，带出去不能丢人。大当家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！京城人心险恶，您千万别被人骗了。大当家，这是给您留的大肘子，路上饿了垫肚子。哭什么丧？都给本座把眼泪憋回去！本座是去京城拓展业务，又不是去送死。小的们，守好咱们的老窝，别让隔壁山头的把咱们猪偷了。等本座把皇帝老儿的地盘打下来，就接你们去住皇宫。到时候金銮殿上烤红薯，用那张破龙椅给咱们劈柴烧火。我觉得妹妹说的对，那龙椅看着是挺结实的，应该很耐烧。妹妹要是喜欢，回头我夜里进宫，把金銮殿上的金砖撬几块回来，给她搭个灶台，多大点事儿。完了，这哪是接妹妹回家，这是接了个祖宗回宫搞装修来了。这地毯太软，一脚踩下去都使不上劲，肯定是陷阱，下面指不定埋着捕兽夹。还有这熏香，味道这么怪，闻着头晕，8成是某种让人四肢无力的10香软筋散。看来这帮人防范心很重。那个大当家，脸上脏了，那个擦擦吧。图穷匕现了，这小白脸笑得一脸奸诈，手里拿着块白布凑过来，肯定是想用蒙汗药捂死本座，然后独吞那10香金条。想得美！喏，这布料不错，挺吸水，剩下的赏你啦。这是妹妹奖赏的，这是亲妹妹给的第一件礼物，虽然有点谢大当家赏赐。好好收着，以后跟着本座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白脸虽然心眼多，但还算识时务，知道收下本座的信物，看来已经被本座的气场折服了。大哥送了手帕，那自己得送吃的，准没错。大当家，饿了吧？快尝尝，这是刚才从总斗带出来的，热乎着呢。平日里连我都吃不上。好啊，五不四黄的就开始下毒了。毕竟欺负我必懂药理，在绝命国越好看的蘑菇毒性越大，这是常识。黑大哥看着憨，没想到心肠如此歹毒，竟然想给我吃断头饭，想毒死本座。行，那咱们就看看谁命硬。妹妹要吃了，妹妹肯吃我的东西了，看来还是我这个二哥更亲。多吃点，别给本座省着。妹妹这是在喂我，这么好吃的玉子糕点，她一口没舍得吃，第一口就塞给了我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！这就是兄友妹恭的典范啊！好吃，谢大当家赏，真甜，比蜜还甜。没死，看来这毒性不强，或者是慢性的，又或者是这傻大哥皮糙肉厚，抗毒性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俩人一个想捂死自己，一个想毒死自己。这车里是风爷10连梅路都没有，太危险！万一打起来，本座连个撤退的机会都没有，简直是瓮中捉鳖。二公子使不得呀，那是世子爷的心头肉啊，那是命根子啊，不能吃啊！好家伙，这是欺负本座初来乍到，想给本座来个下马威。大当家觉得如何？这就是咱们的新堂口。凑合吧，就是这大门太红了，
俗气。那块牌子看着成色不错，好像包了金边，回头让人抠下来熔了，能给谷里的兄弟们一人打个金鹿子戴戴。那可是先帝御笔钦廷的匾额，那是皇家的脸面。熔了打金戒指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全家都得去宗人府喝茶。这看门的家伙事儿看着不太结实啊，这种石头脆得很，一碰就碎，怎么挡得住仇家上门？小郡主有所不知，这是太祖皇帝赏赐的汉白玉狮子，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，那是咱们府上的镇宅之宝。坚硬无比，哼！本座看未必。先进去瞅瞅，让本座看看这新堂口到底咋样。这新堂口伙食不错啊，居然养这么多储备粮。今晚捞2条上来炖汤，记得多放点辣和花椒，给兄弟们补补身子。那是观赏鱼，那是风雅之物，那是拿来看的，不是拿来炖汤的。大当家说的对，这鱼看着就嫩，正好我饿了，我去抓，一定要炖个麻辣味的。二公子使不得呀，那是世子爷的心头肉啊，那是命根子啊，不能吃啊！怎么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？那鱼不能吃，这破石头总能用吧？本座这包袱里带了坛陈年老咸菜，那是绝命谷特产，这一路颠簸，盖子老是往外漏气，缺个压缸石。回头让人把这玩意儿搬本座屋里去，哪间房子归本座，记得挑个宽敞的。用西域贡品红珊瑚压咸菜缸，这简直是丧心病狂，这简直是对艺术的亵渎。好好干，本座亏待不了你，年底多分你2块猪肉。你有意见？搬，现在就搬，不仅要搬，还要挑库房里最大的、最红的搬。只要大当家高兴，别说压咸菜，就是拿去垫桌角、砸核桃都行。不错，你这小白脸虽然看着弱不禁风，但这股子败家劲儿，不对，这股子爽快劲儿，本座喜欢。脑子活，手松，是个做大事的料，适合管后勤。行了，以后你也别当什么世子了，听着怪别扭的。本座封你做这分大的狗头军师，专门负责管账和给本座压咸菜缸。我是该谢恩呢，还是该直接晕过去呢？好好干，本座亏待不了你，年底多分你2块猪肉。等摸清了这京城的底细，再带兄弟们去抢那个叫皇宫的大寨子住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妹妹真可爱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在这个分洞凑合住2天。老王，快看看，本王这仪容乱没乱？这蟒袍合不合身？够不够慈祥？能不能体现出慈父的伟岸光辉？王爷放心，您现在威风凛凛，还温柔爆棚，往那儿一站，堪称跌界顶流，满分跌范本。小郡之见了，绝对求抱抱。啾儿，我的心肝肉肉，爹想死你了！慢着。这就是咱们这分硕的上一任老当家吧？我说老当家啊，你这身子骨看着不太行啊，印堂发黑，眼圈浮肿，中气不足，是不是被手底下这帮不省心的小弟给气虚了？难怪你要急着退位让贤，把本座接回来接班。就你这体格，再干2年，怕是连压寨夫人都抢不动了。是爹身子不争气，让啾儿操心了。既是一家人，那本座就不跟你玩虚的了。本座也没准备什么金银财宝。这是老当家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有钱都买不着。这是绝命谷特产的断尾神龙，别看它长得丑，那可是大补，本座费了好大劲才抓到的。回头拿2两烧拔子，把这玩意儿泡进去，泡足749个时辰，每天喝一口，别贪杯，
保准你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一口气上房顶不费劲，还能再给本座添2个弟弟，壮大咱们陆家的香火。好，难为啾儿一片孝心，爹这就让人拿去泡酒。不仅泡酒，爹今晚就喝1大碗。只有把身体养好了，咱们才能带着兄弟们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别到时候真让隔壁山头的笑话咱们陆家没人了。管他是壁虎还是癞蛤蟆，哪怕是马尿，只要女儿高兴，喝点怎么了？这就是当爹的觉悟。把御赐的八珍席都撤了，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不管饱。换硬菜，换大块的肉，上烤全羊。没看大当家饿了吗？别饿瘦了我的心肝宝贝儿。行了，饭吃饱了，酒也喝了，老当家的身体也开始补了。咱们是不是该聊聊正事儿了？咱们这分渡虽然装修的不错，但出了巷口，斜对门那家看着更气派啊。那家的房子比咱们大好几倍，墙比咱们高3丈。本座没看错的话，就连屋顶上的瓦片都是琉璃瓦吧？也不多抢。本座看咱们这椅子太硬，先去搬2把金椅子回来，给老当家换换坐具，怎么样？这票买卖干不干？干！大当家说的对，对门那家的椅子是纯金的，我早就想搬回来给妹妹当床睡了。那是紫禁城，这哪是接回来个贴心小棉袄啊，这是接回来一个想要带着全家9族消消乐的活阎王啊！大哥，别犹豫了，如今妹妹回来了，咱们更得加快动作。只有坐上那个位置，才能护得住妹妹一世周全。谁敢动她，我就杀谁。好，那就定在谁？这门怎么这么紧？是不是生锈了？本座看书房亮着灯，还以为你们背着本座偷吃夜宵呢。大当家，你怎么醒了？这就去给你拿吃的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。蝎妖对，蝎妖在厨房，我这就去拿。嘿，前清宫，后宫。好家伙，本座说你们2个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呢？原来是在盘道啊！这是粮仓吧？看着有水就足。这是金库吧？肯定堆满了宝贝。这是那个老地主睡觉的窝吧？不过你这点子不行，太糙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走正门太鲁莽了，那门口守卫森严，硬冲进去会很麻烦。本座的虾可金贵着呢。那依大当家的高见，当然是挖地道啊！从咱们分舵的后花园开始挖，直接通到他们家灶台底下。先把绝命谷特制的3日醉下在饭菜里，把人都放倒了，然后咱们再大摇大摆的进去搬金子，这叫兵不血刃，懂不懂？这才是咱们绿林好汉的智慧。妙啊！走密道直达后厨，悄悄避开护卫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老二，这么晚了你们不在房里睡觉，躲书房干什么？我怎么听见这屋里有动静？是不是进贼了？哪个不开眼的敢偷到本王头上？爹来了，那个糊涂蛋来了！老当家，快进来，哥哥们正带着本座用功呢。这大半夜的也不让人省心。这是大哥正在教本座认路呢。他说过2天要带本座去对门那个大房子吃席，怕本座第一次去走丢了咱们陆家的脸，特意画了这个图教本座怎么走。那这条线是？这是近路，这叫抄小道。大哥说走正门太远，还得排队检查，麻烦。
走这条路不用排队，能直接进厨房吃热乎的，这叫省事又方便。好，好啊，洁癖有心了，真是长大了。知道妹妹刚回来，对京城不熟，特意连夜教导，这份心意难得。只是这画工，这画的是门口的狮子吧？画的太丑了，跟乌龟似的，还得练练，别丢了咱们府里的人。是，父亲教训的是，儿子一定勤加练习，绝不给家里丢人。行了，也不早了，学习虽然重要，身体更要紧。这门怎么坏了？看着都关不严实。明天让管家找个铁匠来修修，换个结实点的。九儿啊，跟爹回去睡觉吧。明天爹让人给你做红烧肉吃，管够。好嘞，既然有肉吃，那本座就先休息啦。老当家慢走。黑探头，这就是你带的兵，怎么跟没吃饭似的，软绵绵的。大当家，不可轻视，这些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，每一个都身手极强，战力超群。就这额头练的倒是挺硬，跟个都快铁疙瘩似的。就他了。起！看见没？这就叫力气。以后练兵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先让大家都去拔树，连棵树都拔不出来，还想去盘道，让人笑掉大牙。出去别说是本座带的人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地动山摇的？完了，精锐武士暴露了。老当家，你来的正好。本座看咱们分报的这些护院太虚了，身体素质极差，连个树都拔不动。本座正教他们干农活呢，锻炼锻炼。干农活？对啊，本座想在后花园种点大葱和韭菜，改善一下伙食。毕竟天天吃肉也腻。但这棵破树挡着光了，长得也不直溜，看着就碍眼。本座就顺手把它拔了，给大葱腾地方。结果这帮护院太笨了，看本座拔个树都能吓趴下。原来是拔草，是搞绿化，是为了种菜给家里省钱。哎呀，我的乖揪儿，种菜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呢？看看这小手都弄脏了，小心累坏了身子，爹会心疼的。老二，你也是的，妹妹想种菜，你们就在旁边看着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这些护院是干什么吃的？一个个长得5大3粗的，养他们是吃白饭的吗？都给我起来！听小郡主的指挥，郡主让拔哪棵树就拔哪棵树，郡主要种哪块地就种哪块地。今天不把这后花园整理出来，不把葱种上，谁也不许吃饭。让我们去拔树，去种葱，去挑粪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还怎么在杀手界立足？那个练铁头功的，别闲着，用你的头去撞那个土疙瘩，把土撞碎了，要细一点，不然韭菜不发芽。我这可是能撞碎城门的铁头啊！那位练轻功的，去房头上抓点飞鸟蚁屎下来肥料啊！吧。我可是江湖第一轻功高手啊！多取一些，切莫偷懒。黑探头，你力气大，去把那个石头搬走，别傻站着，挡风。好啊，好啊，
这才是强身健体，这才是正经差事。这帮护验以前看着不咋地，现在干起活来多有烟火气，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嘛。父王，您开心就好。哎呦，这就是咱家的小福星揪吧？三哥回来晚了，让咱们小公主久等了。来来来，这点小意思，拿着买糖吃，别嫌少。亲人啊，三哥，本座就知道，二哥那个黑炭头是负责看场子的打手，大哥那个小白脸是负责出馊主意的军师。咱们这新堂口要想做大做强，肯定少不了一个负责销赃的。销赃？我堂堂大夏首富，连皇家都要让我3分的皇商，怎么成销赃的了？不错，看你这一身行头，平时没少黑吃黑吧？这油水捞得足啊！以后咱们劫来的倒二货，什么金银细软、古董字画，都交给你处理，本座放心，绝对没人敢查。这妹妹说话怎么一股子匪气？怎么听着像是个惯犯？好啊好啊，老三回来了。你妹妹刚回来，对家里的生意不懂，你这个做哥哥的要多教教她，什么叫和气生财，什么叫诚信经营。别让她整天跟老二那个粗人学那些打打杀杀的，女孩子家还是学学算账好，以后嫁人也管得住家。对，老当家说的对，亲兄弟明算账。三哥，快把咱们分栋的账本拿出来，本座要查账。本座得看看咱们这堂口还有多少余粮，能不能养得起那一窝兄弟。揪儿想学，那三哥教你。你看，咱们城南那家聚宝斋，上个月进项是3000两，利钱是500两。这玩意儿太软，不经用。要是有人赖账，这东西砸脑袋上都不带响的，不仅砸不晕人，还得把自己手震麻了。我的金算盘，那是大师定制的，那是我的命根子啊！这简直是在剜我的肉啊！嘿，这还差不多。这金豆子当暗器使比石头顺手多了，分量足，打人疼。三哥，以后这玩意儿多备点，打架的时候用得着。回头给兄弟们一人发一把防身。不错不错，揪儿这就学会化整为零了，把大钱拆成小钱花，这才是理财的精髓嘛。老三，你得学学妹妹的魄力，别整天抠抠搜搜的。爹，您是真瞎啊！您管这叫理财，这叫毁财好吗？我的金算盘，我的心，我的命啊！三哥，这些我先收着练手用啊，回头再找你拿。三哥，这几个名字上画红圈，是不是欠钱不还的？那是城西的赵员外，仗着有官府撑腰，欠了咱们5万两货款，赖了1年多了。看来得找几个人去给那个赵员外一点颜色看看了。反了天了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是江湖规矩。敢赖本座的账，活腻歪了！不知道绝命谷的利息是用手头算的吗？你平时怎么收账的？是不是太温柔了？派人去催，或者断他的货源，逼他。太慢，太娘们戚戚了。咱们是干大事的，要讲效率，时间就是金子。在绝命谷遇到这种老赖，直接上门，男的抓回来当苦力，女的留下洗衣服做饭，房子烧了，地契抢了，连锅都给他端走。要是还不还，就把他挂在城门口风干3天，看谁还敢赖本座，敢赖钱。虽然手段粗暴了点，但这逻辑怎么听着这么顺眼呢？特别是那句直接上门抢，简直说到了我心坎里。妙啊！妹妹说的对，对付这种人就得黑吃黑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二哥有兵，大哥有权，咱们有钱，怕谁？明天我就让人去赵家搬东西，连个夜壶都不给他留。好啊，看来揪儿是想去赵员外家做客，顺便帮三哥搬搬货，联络一下感情，兄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老三，既然妹妹要去，你就多带点人手，别让赵家觉得咱们王府失了礼数，显得咱们小气。要是赵员外送东西也别客气，那是人家的一片心意，收下就是了。老当家发话了，让多带人手去抢，这老头真上道。父亲这是默许我们动用武力去抄家了，父亲果然深不可欠。是，父亲，儿子这就去点齐人马，把家里的护验都带上，明天一定把赵家搬得干干净净，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。我看这账本上还有好几家画红圈的，明天一并收拾了，让他们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陆老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带这么多人堵我的门，想造反啊？告诉你，
我大舅哥可是户部侍郎，信不信我这就让人去大理寺告你个私闯民宅、意图抢劫的罪名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吵啥？谁是陆老三？那是咱们堂口的账房先生，放尊重点。欠钱不放是吧？找大舅哥是吧？比后台是吧？小的们都听好了，既然赵员外不想还钱，那咱们就自己动手拿，帮他搬家。按照道上的规矩，利息翻倍，不仅要本金，还要滞纳金和精神损失费。看见什么拿什么，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瓶，只要是值钱的，连地砖都给本座撬走，一块好砖都别给他留。动手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那是我的古董花瓶，那是前朝的，那是我的金丝楠木桌子。强盗、土匪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快去报官，去大理寺找陆少卿，让他带人来抓这帮土匪，把他们统统抓起来。那些破纸不能吃不能喝，那是文人玩的东西。那是腌鲜菜，不对，那是藏宝的味道。不对劲，藏得够深啊！这老东西果然有私房钱。小的们，过来几个，这底下有大货，快来搬！这么多粮食。这赵老头是不是有病？藏这么多盐干什么？本座还以为是白糖呢。这一屋子全是盐，又不值钱，还死沉死沉的，真是个穷鬼，连点金子都没有。老头把官府的鹰犬喊来了。别，大当家别动手，千万别拔刀，那是自己人，那是咱家老四，是亲的。好家伙，咱们堂口可以啊，布局深远啊。哎，沉的东西。这人长这么高干嘛？行卧底哦，藏得够深啊！这一身官皮穿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，连这气质都拿捏得死死的。懂，规矩本座懂，隔墙有耳，在外人面前不认亲，要装作公事公办的样子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省得本座再去销赃了。这赵老头太坏了，本座本来想找点好吃的，结果他家后院井底下藏了满满一屋子的咸盐。那盐又苦又涩，难吃死了，肯定是他想拿去害人的。赵员外，本官要是没听错的话，刚才有人说你家私存了大量食盐。冤枉啊，大人，那是腌咸菜用的。对，小人家里人口多，冬天爱吃咸菜。卧底四哥，别信他的鬼话，那盐多的能把整个京城的人都腌成咸菜了，还得是齁咸的那种。而且那袋子上还盖着个红戳子，画着个大鸟，怪好看的，看着就不像普通货色。那戳子这么大，红戳子，鸟图腾，那是北燕官盐，这是通敌叛国的大罪。来人，封锁赵府。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，哪怕是地里的蚯蚓都要翻出来检查。立刻去后院查验，若是属实，赵家满门即刻下狱，严加审讯。大人，确实是私盐，足足5万斤，堆满了整个地下室。还是那么难吃。赵员外，还要告本官的家人抢劫吗？抢劫？这分明是协助朝廷办案，是大义灭亲。带走，要是少了1斤盐，唯你是问。干得漂亮，卧底！你在这个堂口混得不错，说话挺好使。这帮官差被你训得跟孙子似的，回头记得把这老头的家产清点一下。那5万斤盐虽然不值钱，但那些家具还是能卖点。咱们5-5分账，这是规矩。好，都听大当家的。这才对嘛，自家兄弟明算账。先答应下来再说，反正钱进了国库，妹妹也拿不出来。本座辛辛苦苦带人去抄家，他在后面坐享其成，连口汤都不给本座喝，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卧底四哥，怎么样？我的那份呢？是金票还是现银？本座不挑，只要成色足就行，快拿出来！大当家，那个钱没有。
没有一遍。赵家那么大的家业，那么多私盐，你跟本座说没钱，是不是那个赵老头把钱都吞进肚子里了？不是赵员外，是充公了，所有的赃款和私盐都入了国库。陛下说了，这是大案，所获钱财要用来赈灾，一分都不能留。国库进了国库，那不就是进了对门那个老地主的腰包吗？好啊，没想到那个住大房子的竟然是个黑吃黑的高手。本座辛辛苦苦带人去抄家，他在后面坐享其成，连口汤都不给本座喝，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看在他强高人多，本座还没摸清底细的份上，不然本座非得带人去把他那金銮殿的瓦片全接了抵债。祖宗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那是陛下，是大的天。陛下怎么了？天王老子欠债也得还钱，这是江湖规矩。那唐雪给冰酒了好子吗？那这是个啥？他把钱吞了，就给你个盒子打发要饭的。这是陛下特赐的嘉奖令，表彰大理寺，也就是大当家你智破私盐案，大义灭亲，忠勇可嘉，特赐黄马褂的布料1匹。就这一块破布能吃吗？能当钱花吗？去酒楼吃饭能抵账吗？那掌柜的认这玩意儿吗？不能，但这代表着皇家的荣耀，那是千金不换的。千金不换个屁！既然不给钱还行，挺结实，别怪本座不客气了。虽然亏了点，但也算是从那个老抠门手里硬抠出来的一点回本货，总比空手强。大当家，你要干嘛？做个讨债的家伙事儿。既然他不给工钱，那本座以后进他家门，看见什么就装什么，直到把本座的血汗钱装回来为止。谁也别想拦着本座。听好了，把这块布给本座缝起来。对，两头缝死，要双层线，结实点，别到时候装多了漏底。上面给本座留个大口子，要能塞进去一个猪头那么大。这里还有这里，给本座加2根最粗的绳子，要能背在背上的那种，方便跑路。郡主，这可是御赐之物，不能捡啊！这是要杀头的。谁让你捡了？本座是让你们改成个袋子，懂不懂什么叫废物利用？不曾有他们读。不错，够大，够结实。哼，回头进了宫，别说金银细软，就是那个老地主桌上的玉玺，本座也能给他装回来。老当家，你看那个对门的老地主太抠门，咱们帮他破了大案，干活不给钱，就给了块布。本座寻思不能浪费，就让人改成了个袋子，以后再去他家，本座就用这个装东西，把咱家的损失找补回来，绝不吃亏。好孩子，爹没看错你，咱们陆家世代忠良，没想到到了你这一代，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陆。行了，老当家别哭了，本座知道你心疼钱，我也心疼。放心吧，有了这个袋子，下次去对门，本座肯定连本带利都给你装回来。到时候你帮本座打掩护，引开那个老地主，本座负责装。好，下次进宫，爹带你去，让你背着这个长脸，让陛下看看咱们陆家的忠心。他仿佛已经看见了不久后的将来，这个袋子装满御膳的肘子，御书房的笔洗，甚至可能是传国玉玺的恐怖画面。这哪是嘉奖令啊，这分明是给皇宫下的一道洗劫令啊！这天是要塌了。大当家，这么早你在这儿干嘛？是在看风景吗？等你啊！昨天那笔账没算清呢，那个对门的老地主赖了本座的赏钱，本座昨晚想了一宿，越想越亏。既然钱进了国库，那本座就去盯着点，万一他在哪个环节把钱转走了呢？或者做假账呢？这种事儿本座见多了。我全招！别让那个孩子过来，他眼神太可怕了，比鬼还吓人啊！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看清楚了，这是那个当今圣上特批的讨债令。本座是奉旨进货，奉旨视察，谁敢拦我就是抗旨。舒坦，这就对了，这味儿才正嘛，够劲儿，比王府里那股子脂粉味儿好闻多了。
跟咱们绝命谷的地牢简直一模一样，太有亲切感了，这就是家的味道啊！不行，太轻了，飘，得改良。找2根老牛筋，绞上细铁丝，再在那铁丝上弄点倒刺，要带锈的那种。打之前别泡盐水，那太老套了，也没创意，得泡辣椒油，或者抹点咱们谷里的特产痒痒粉。这个更不行，设计的太不合理了，一点都不人性化。这么平整，犯人坐上去要是睡着了怎么办？这是让人受刑还是让人休息？这儿还有这儿，得加几根钉子，也不用太长，半寸就行，刚好扎进肉里，不伤骨头。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最折磨人。你们太不专业了。老子不招，有本事打死老子！老子18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哟，来活啦！四哥，这个让本座来，正好试试本座新研究的快乐水好不好用。招，我招，我全招！别让那个孩子过来，他眼神太可怕了，比鬼还吓人啊！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真没劲，刚想录一首就被吓趴了。看来这京城的坏人心理素质也不行啊，太脆弱了。以后审犯人还需要什么刑具？还需要什么严刑拷打？户部银库京兆尹司库，上万两官银就这么凭空消失。门窗完好，封条未动，这银子不成真长了翅膀。大当家，上面灰大，您下来吧。我不，站得高看得远，这叫掌控全局。老四，不是本座说你，一大早就在这儿唉声叹气，怎么那个老地主又要扣你工钱啦？比扣工钱严重，京城出了飞贼无影鬼，偷了官银，3天了，我连个鬼影都没抓到。飞贼？是啊，此人手段极其隐蔽。放肆！这是不把本座放在眼里。刚来京城建立新堂靠，竟然有同行赶来抢生意，这是挑衅，这是赤裸裸的向本座下战书，岂有此理！偷东西偷到本座眼皮子底下了，这要是传着一世英名，还要不要了？这关注点，你是郡主，不是贼头啊！走，带本座去案发现场，倒要看看是哪路毛贼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锁具也没有被撬的痕迹，难道真有密道？本座当是什么绝世高手呢？原来是个玩杂戏的。大当家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老四，你闻闻，这上面有一股子缩骨药水的酸臭味，还有一股常年钻阴沟的烂泥味。不用查了，这是个侏儒，练过缩骨功，他是从这个排水口钻进来的。排水口？那口子只有碗口大，就算是孩童也钻不进啊。所以说他是玩杂耍的嘛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在本座眼里那就是班门弄斧。想当年在绝命谷，本座3岁的时候，哦不对，本座2岁的时候就不玩这个了。去，给本座把那个抢生意的同行找出来，感动本座看上的银子，定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跟上，今天本座要清理门户，教教这京城的同行什么叫规矩。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了这个把京城当成自己地盘的活阎王。大当家，那虫子停了，看来那贼人就藏在这里。没错，就是这味儿，一股子常年钻地洞的霉味，还有那一身没洗澡的酸臭味。里面的那个矮农瓜，给本座滚出来！敢在本座的地盘上黑吃黑，还不来拜山头交保护费？你是活腻歪了，还是觉得本座提不动刀了？哪里来的奶娃娃，毛都没长齐也敢学人家黑吃黑？哟，还带了个大理寺的官狗。陆少卿，你这是没人用了吗？带个奶娃娃来抓爷爷，也怕爷爷把这娃娃做成肉包子下酒。肉包子，好大的口气，在本座面前称爷爷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这京城地界谁才是真正的大当家？本座数3声，把偷来的银子交出来，再给本座磕3个响头，本座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，否则……留我全尸？就凭你这个断奶没几天的娃娃，爷爷我纵横江湖几十载，靠的就是这身来无影去无踪的轻功。看见了吗？这就叫身法，这就叫本事。来抓爷爷呀！抓不到吧？气死你！此人身法诡异，咱们先退。花里胡哨，既然你这么喜欢飞，那本座就让你飞个够。给本座起！啊！这还是人吗？
本座还以为多厉害呢，连本座一招飞沫压顶都接不住，也敢出来混。下辈子投胎做贼，记得先把眼招子放亮探探路。不懂规矩，这就是下场。行了，卧底，苍蝇拍死了，剩下的事儿归你，记得把那笔银子找出来。本座那份辛苦费，要是少一个子儿，本座就把你挂在他旁边，给他做个伴儿。是，谨遵大当家号令。这哪里是妹妹啊，这分明是比大理寺所有刑具加起来还要可怕的镇山太岁。陆少卿，别费劲儿了，爷爷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，横竖是个死，想知道银子在哪儿，做梦去吧。爷爷就是死，也要拉着那几万两银子陪葬，让你们交不了债。你以为死就完了？本官有100种法子。慢着，卧底，你这业务能力不行啊，太粗鲁。人家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吓唬人家？咱们道上混的讲究的是以德服人。大当家，不是我不想以德服人，是这苏……行了，那是你没找对法子。作为大当家，本座教你，这种一心求死的人，你不能对他用刑，你得对他好。得让他感受到咱们堂口的温暖，让他舍不得见太奶。这位兄弟，看你这脸色煞白，肯定还没吃饭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本座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本座就是看你是个硬汉，想请你吃顿饭，吃饱了有力气了，咱们再慢慢聊。去，给本座找个大碗来，本座要亲自下厨，给这位兄弟做一碗咱们绝命谷的招牌菜——黯然销魂饭。这味道就像是把100条死鱼扔进茅坑里熬了半年，然后又捞出来暴晒了3天。来，兄弟，趁热吃。这可是本座特意去后厨的泔水土里，哦不，老汤锅里给你盛的。我不吃，拿走，快拿走！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给我一刀！怎么能不吃呢？这可是本座的一片心意，也是本座亲自调味的，浪费粮食是可耻的，尤其是本座赏的饭。来，张嘴啊！辣吗？本座特意多加了辣椒。是不是不想见太奶了？杀了我！求求你杀了我！啊！痒，好痒！啊！这是什么？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没什么呀，谷里的土特产千蚁粉，这东西活血化瘀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浑身热乎乎的，充满了活力？啊！痒死我了！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虐待我镇子汤和切出来了，痒啊！凌迟处死也比这痛快10000倍，10000倍呀！别急嘛，这才吃了1口，这一大碗呢，咱们慢慢吃，吃完了再聊银子的事儿。我说，别为了祖宗大爷，我招，我全招！银子在城外的义庄，就在停尸房最里面的那红棺材里。指使我的人是兵部侍郎的小舅给我求旨，是他给了我姐了。真没劲，本座还没喂过瘾呢，这么快就招了。卧底，看来这人是不饿了，这剩下的赏你了，别浪费。不用了，大当家辛苦，大当家威武。我不饿，我真的不饿，我早膳吃撑了。以后绝对不能惹妹妹生气，更绝对不能吃妹妹做的任何东西，这比鹤顶红还可怕呀！行吧，既然案子破了，那咱们就去收银子。记得啊，这次要是再敢把本座那份辛苦费充公，本座就亲自下厨，给你做一桌满汉全席。啊！大当家放心，这次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钱也是您的，谁敢充公，我跟谁拼命！王爷，您不能进去。老唐探长，你咋来了？是不是知道本座？哦，不知道我饿了，来给我送吃的。
啾儿啊，你刚才是在干嘛？我在对那个矮冬瓜进行教化呢。教化？对啊，四哥说了，这人偷东西不学好，是个误入歧途的坏蛋。四哥说，光打是不行的，得让他从心底里知道错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呀，我告诉他，做人要厚道，不能拿别人的东西，还请他吃了一顿饱饭，让他感受到了咱们家的温暖。你看，他都感动哭了，哭着喊着说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还要把偷走的银子都交出来呢。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对，我感动，我太感动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别再让我感受温暖了，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原来是这样，不是严刑逼供，而是以德服人，是用爱心感化。好啊，我的啾儿真是菩萨心肠。啾儿面对这种极恶的歹徒，还知道请他吃饭，劝他向善，这就是大爱，这就是格局啊！老四，你有心了。父王以前错怪你了，以为你只会打打杀杀，没想到你办案如此讲究，还知道带着妹妹从小树立正气，这种现场教导比读那些死书强多了。父王过奖了，都是大当家教导有方。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看看，这就是仁义的力量。要不是啾儿感化了他，这银子能找回来吗？以后办案要多向妹妹学习。嘿嘿，本座说了，这趟只许进，不许出。这2锭金子就当是那碗黯然销魂饭的饭钱了，这买卖划算。1个、2个，加上赵老头家抄来的首饰，还有这金元宝，这新堂口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啦！黑风，哼，黑风又去哪儿耍威风？死狗，反了天了，敢跟我玩失踪，指定是在里面偷藏好吃的，吃独食是吧？驾，怎么不动了？刚才跑得挺欢的，怎么这会儿就歇菜了？再不跑，本座就把你炖了吃狗肉火锅！哪来的野孩子？给本少爷滚下来！那是本少爷的战权，谁给你的胆子骑他？穿的花里胡哨，咋咋呼呼。你是谁？哈哈，我是谁？竖起你的耳朵听好了，本少爷就是成亲王府的七公子，京城第一少陆行舟。识相的赶紧滚下来磕头认错，不然本少爷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整天不着家，只会斗鸡守狗的老七。老当家说你是家里最没出息的，看来果然没说错，连只狗都管不住，还想管本座。我看你的名头是花钱买来的吧？你好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！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本少爷不客气了。黑风，咬他，给本少爷咬死他！给本少爷下来。唉，这届小弟太难带了。嘿！别动，再动一下，本座就把你的脊梁骨拆下来当甘蔗啃。服不服？不服！你偷袭，你不讲武德，有本事放开我，咱们大战300回合。啊！服了！女侠饶命，姑奶奶饶命，骨头要断了，真的要断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只狗归本座了。至于你嘛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虽然脑子不太好使，但胜在耐揍。以后你就跟着这只狗混吧，它是本座的大狗子，你就是本座的二狗子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堂堂京城恶少，居然沦落了跟狗称兄道弟的地步，还是当二狗子。听明白了，我是二狗子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大排场。陆老七，听说你穷的都去大理寺门口要饭了，怎么，今儿个是有钱来这儿打肿脸充胖子了，还带着个野丫头？
这一身土腥味儿，别是哪个乞丐窝里捡回来的吧？姓赵的，少在这儿阴阳怪气。今天小爷心情好，不想跟你计较。识相的赶紧滚，别扰了小爷的兴致。哟呵，还挺横，陆老七，你叔叔我那笔账还没跟你家算呢。今天既然碰上了，那就别想走。去，把这桌子给我掀了。本公子看不得穷鬼在这儿装阔。谁敢打本公子？吵死了！吃饭的时候大喊大叫，懂不懂规矩？没教养的东西！你骂谁没教养？给我上！连这个野丫头一起打，打死了算我的！大当家快跑！跑，在本座的字典里就没有“跑”这个字。这盘子怎么比飞刀还准？还掀桌子吗？本座这儿还有个盆，你要不要试试头够不够硬？你别乱来！你别乱来！我爹可是……是你大爷！滚！大当家，您刚才那招飞盘术太帅了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想学？想。回去先把马步扎稳了，然后每天去厨房洗300个盘子，练个3、5年，手感就有了。那个大当家，盘子都碎了，咱们怎么吃？小二，客官，把这些垃圾扫了，给本座重新上一桌，这次要双份的肉。二狗子，让开，本座闻到味儿了。大当家，这大半夜的您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嘛？哥哥们在里面商量给父王祝寿的大事儿，谁也不让进啊！少蒙本座，本座分明闻到了烧鸡味儿，还有桂花酿的味儿，甚至还有那股子踩盘子前特有的酸臭味儿，背着大当家开小道。在绝命谷，这叫吃独食，是要3刀6洞的。大当家，里面真的没有烧鸡。行啊，看不出来你们这帮不省心的居然还懂这个。大当家看得懂此图？切，小瞧本座，这不就是肥羊君路图吗？红圈代表这里有大户，有水族，适合干一票；黑线代表这是硬骨头，有看家护院的，得绕着走；箭头代表跑路的方向，封命扯胡。虽然画工糙了点儿，但意思到了。看来那个鬼算子说的没错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抢地盘的规矩到哪儿都通用。那依大当家之见，这条红线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老五，你脑子是不是让门挤了？这种又宽又平的大路，那是给朝廷应娶走的，上面全是守卫，一个个叫的比二狗子还凶，手里还拿着家伙事儿。你带着兄弟们走这儿，是嫌命长，还是想给那些守卫送夜宵？那该走何处？走这儿。鬼老头教过本座，这就叫灯下黑。这地儿本座熟，看着像绝命谷后山的抛尸地，两边全是黑松林，草深的能藏下100头猪，路又窄又滑，那帮肥羊来了就得排成疑似长蛇阵，想跑都跑不了。咱们只要2头一堵，往中间扔几个大石头，再撒点迷魂烟，这就叫关门打狗，这就叫套麻袋。那帮肥羊就得乖乖把肉吐出来，这才是咱们绿林好汉的生意经。别时继续。
口袋阵。妙啊！大当家这哪里是土匪黑羽，这分明是兵法治理，避实击虚，出其不意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原来大当家深藏不露，竟然是当世兵法大家。咱们就走这条道，去套麻袋。劫道的100种姿势。行了行了，既然听懂了，那就赶紧去准备。鬼老头说了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本座困了，回去补个觉。以后这种技术活，记得先问问本座，别瞎画图。大哥，有了大当家的指点，咱们的胜算至少增加了30%。我觉得大当家天赋异禀，是个天生的女帝苗子，咱们不能埋没了人才。明天我就开始教他更高深的合纵连横之术。准了。大当家，里面说什么了？也没啥，就是给这帮笨蛋上了一课劫道的100种姿势。二狗子，你也学着点，别整天只会遛狗。今日我要教你的，乃是纵横家至高无上的谋略——远交近攻。所谓远交，便是联络远方的强国；所谓近攻，便是要先铲除邻近的对手，取而代之。就像隔壁那个礼部尚书王老头，此人处处压我一头，挡我的升迁之路。此等近邻，便是我们的大患，必须先把他拿下，本公子才能在礼部做大做强，为咱们的伟业铺路。哦，懂了，本座今天就替你出这口恶气。先把那排火腿给攻下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这片地界的大当家。大当家有此心意，吾相甚慰。二狗子、大狗子，抄家伙！师爷下令了，那个王老头欺负咱们5个，全军出击，替天行道。大当家真的要抢吗？那可是王尚书啊！要是让他知道了，5个在衙门里还能有好果子吃？废话。正因为是他上司才要抢，只要把他的肉抢光了，把他饿死了，5个不就能当尚书了吗？贼不走空。哎呦！本座数3声，不交出来就把你扔进那条小河沟里喂王八！阁下是？明月照大江。清风拂。大刀向猪牙！大王饶命！小生只是个送信的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别杀我，别宰我这头猪羊啊！给本座交出来！吵什么啦？是不是烧饼还是肉包子？本座数3声，不交出来就把你扔进那条小河沟里喂王八！切，穷鬼，出门连个干粮都不带，还敢舞那么严实，浪费本座感情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兵贵神速，单刀直入。大当家，你这一招打草惊蛇，
用的简直出神入化。比起那些虚头两脑的诗词歌造，还是大当家这简单粗暴的手段更有效率。咱们这次是真的抓到大鱼了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东西到手了，那咱们能去吃席了吗？再不去，肘子就被那群酸书生吃光了。吃，必须吃！今日大当家立此奇功，就算是把这兰亭的酒菜吃光了，五哥也给您买单。走，咱们回家。五哥要回去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，给那王老贼送终。大刀猪羊，大刀像猪羊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臣闻，国之大贼，莫大于里通外国；人之无良，莫甚于吃里扒外。请承阅。这老小子坏得很，必须3刀6洞。写酸词的，你这是在绣花吗？这一长串弯弯绕绕的鬼画图，那个总舵主能看懂？一点杀气都没有，软绵绵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给他写情书呢。大当家，此乃奏书，呈给陛下的，讲究的是辞藻华丽，要占领道德高地，隶属其罪状。个屁！咱们是去接发二五宅，是去清理门户，跟那个没见过面的大伯废什么话？直接告诉他家里出了内鬼，让他赶紧把人收拾了，不然咱们就代劳。本作念，你来写，要写的简单粗暴，要让他看了就知道，如果不砍了那个老贼，这事儿就没完。行，大当家请赐教。第一句写抬头，就写给对门的总舵主。这是给陛下的，是不是该写圣上亲启？费那劲干啥？老当家不是说了吗？他是咱们亲大伯，那就是一家人。叫总舵主显得咱们尊重他的江湖地位。正文开始，大伯听好了，你手底下那个姓王的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他吃着你给的饭，还想砸你家的锅，居然敢跟外面的野人勾勾搭搭，想把咱们的地盘卖给别人。吃照饭砸锅，这比喻形容识君之路、忠君之事，却又被主求荣，倒也十分贴切。本座今天去吃席，正好撞见他在跟那帮野人对黑话，证据本座都给你抢回来了，就在信封里塞着呢。最后，这老小子坏得很，必须3刀6洞，限你3天之内把他给办了。要是你下不了手，或是嫌刀钝了，那就言语一声，本座这就带着二狗子和大狗去把他家给平了，把他挂在城门口风干。咱们道上的规矩，对于这种二五尾，绝不留全尸。这哪里是弹劾奏嚼，这分明是黑帮老大的清理门户通知书啊！大当家，这风干2字是不是太血腥了？陛下看了会不会？为什么？觉得咱们够义气。齐活，这就是咱们的投名状，告诉大伯，这事儿本座管定了。老五，奏作写的如何了？啊！这是什么？总舵主吃着饭砸锅，挂在城门口风干。若是呈给陛下，咱们陆家就是大不敬之罪啊！好，写得好，痛快！俺早就看那帮文官写的奏折不顺眼了，弯弯绕绕半天说不到点子上。大当家这几句才是真汉子。对于这种卖国贼，就得风干，就得平了他家，这就叫嫉恶如仇。陛下看了定会觉得咱们陆家满门忠烈，眼睛里揉不得沙子。你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是不是在商量明日弹劾王尚书的大事啊？呀，老当家，快看，这是师爷刚写的信，本座也按了手印了。这是给那个总舵主，哦不，给大伯的举报信。总舵主亲启，好啊！九儿这是把咱们大夏看作一艘大船，陛下就是掌舵之人，这是何等的大局观！这是在时刻提醒陛下要把稳方向啊！吃着饭砸锅，勾搭野人，这比喻虽然通俗，却是话糙理不糙。这是在痛斥奸臣背信弃义，这是在替陛下鸣不平啊！
若是没有对陛下的一片赤诚忠心，哪里写得出如此愤慨的文字？这手印按的实，代表了鸠儿这是拿性命在担保。至于这风干，这是在向陛下表明决心。咱们陆家与奸臣势不两立，哪怕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为国除奸，将那卖国贼碎尸万段。这也行，把皇上叫总舵主，把尚书挂城墙，还能解读成为国储奸。写得好，写得太有力量了。这哪里是一封信，这分明是一篇发自肺腑的讨贼血书啊！咱们陆家这些年的隐忍，还有这一腔热血，全都在这纸上了，不用改了。明日早朝，本王要亲自带着这份血书上殿，本王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大声朗读出来。好耶！老当家威武，明天就去念，一定要大声念，让那个大伯听清楚点儿，告诉他，要是他不敢动手，就把人交给我。放心吧，鸠儿，爹一定把你的心意带到。陛下若是知道了咱们家出了这么个嫉恶如仇的小女侠，定会欣慰的。明日的金銮殿上，当父王声情并茂地念出“吃着你的饭砸你的锅”，把它风干的时候，那将会是怎样一副天崩地裂、百官吓尿的壮观景象？这弹劾，好，好，好！哇！陛下，老臣苦啊！陆守成教子无方，昨日他家野丫头竟然翻墙入室，抢了老臣家中仅剩的3条火腿，连一盘芙蓉糕都没给老臣留下。此等行径与土匪合意，这哪里是亲王府，这分明是贼窝啊！陛下，这个七弟向来胆小怕事，怎么生出来的孩子一个比一个能惹祸？老七，王尚书所言可是真的？启奏陛下，王尚书所言纯属避重就轻。小女确实去了他家，也确实拿了火腿，但这并非抢劫，而是替天行道，是清理门户。我是礼部尚书，你家丫头算老几？凭什么清理我的门户？臣今日上殿，就是要呈上一份臣女连夜写下的讨贼血书。此书字字泣血，句句精神，乃是臣女对陛下的一片赤胆忠心呐。哦，3岁孩童写的血书，念来听听。总斗主亲启。大不敬，这是大不敬啊！陛下，他竟敢……闭嘴！这称呼听着倒是比那万岁爷顺耳，透着股子自家人的亲切劲儿。继续念。你手底下那个姓王的邻居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他吃着你给的饭，还想砸你家的锅，居然敢跟外面的野人勾勾搭搭，想把咱们的地盘卖给别人。这话虽然粗俗不堪，全是市井俚语，但其中的意思，这是在指控王尚书通敌叛国啊！这老小子坏得很，必须3刀6洞。本座这就带着二狗子和大狗子去把他家给平了，把他挂在城门口风干。咱们道上的规矩，对于这种二无为，绝不留全尸。这图纸请柬怎么会在陆守成那里？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一个吃着朕的饭，砸着朕的锅！好一个勾搭野人！王爱卿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老七啊，你生了个好女儿。陛下，来人，摘了他的乌纱帽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按照昭华郡主的意思，把脱下去给我们帮风干示众看看，以后谁还敢吃着朕的饭砸朕的锅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承亲王府五子陆慈，特擢升为暂代礼部尚书事，即刻上任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这就升了。昨日还在担心那封勒索信会不会让全家掉脑袋，今日就成了掌管天下礼乐教化的部堂高官。好，好啊！陛下隆恩，陛下这是信得过咱们陆家呀。咱们府上老大整天阴沉沉的，老二只会舞刀弄枪，老七更是个混吃等死。如今终于出了个读圣贤书、干正经差事的文官了。礼部尚书好啊，管礼仪的，不沾兵又不沾钱，最是安全。这顶乌纱帽是谁给的？不是陛下给的，是大当家凭本事从王老贼嘴里抢回来的。做人不能忘本，升了官得先去拜码头。大当家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
那王老贼真的被扒了官服，听说是真的要挂在城门口示众了。陛下下旨，让我顶了他的缺，暂代礼部尚书一职。行啊，写酸词儿的。看来那个总舵主还算懂点规矩，咱们帮他清理了门户。他要是这点表示都没有，那这总舵主也别当了，太抠门。大当家请看，这是朝廷发的官服，匪袍玉带，乃是3品大员的规制。什么大员不大员的，在道上这叫香主。你以前穿的破破烂烂的，也就是个白纸扇，现在换了这身红皮，看着是气派多了，像个管事的样子。既然当了香主，那就要有香主的觉悟。以后那个什么礼部，就是咱们设在朝廷里的新堂口了。你既然去那里坐镇，也就是咱们在那边的分舵主。礼部成了分舵，我是舵主？这要是让陛下知道了，怕不是要把刚发的官服收回去，再赏我一顿板子。记住了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既然接手了新地盘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账盘清楚。回头你给本座整理一份名单出来。什么名单？是礼部官员的考废命册吗？呸！要那帮穷酸的名单干嘛？既不能吃又不能卖，本座要的是肥姨名单。看看新堂口谁最有钱，谁家存粮多，尤其是那些爱搜刮民脂民膏的，都给本座记下来。咱们既然开了分座，就得有进项。等过2天本座闲了，就挨家挨户收保护费，这叫整顿堂口，懂不懂？整顿吏治，原来在大当家眼里，这就是按照名单去抄家呀。这个，大哥，武帝一定尽力去摸底。行了，去吧，好好干，别给咱们绝命谷丢人。口令。逛个怡红宴还要口令？让开，别挡着本座巡检！路啾啾，路行舟，像雷达，呼呼呼！头戴金冠，那是赤金的；身穿蜀锦，那是寸锦寸金的；腰挂玉佩，十足的帝王绿，透着一股子富贵逼人的味儿。好大一只老肥羊，这身行头，怕是把半个绝命谷卖了都换不来。料子不错，滑溜，看来是个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主儿。这天下敢管万岁爷叫老陆的，怕是还没出生呢。小姑娘，你认得我？以前不认得，现在认得了。看你这大鼻子，跟咱们那个成亲王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再加上这一身富得流油的行头，如果本座没猜错，你肯定是咱们陆家在外面做大生意的远房亲戚吧？500年前是一家，既然是本家，叫你一声老陆，你不吃亏吧？不吃亏，一点都不吃亏。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咱们陆家的本家。既然是本家，那就更好下手，哦不，更好招待了。行啊，老陆，既然是自家亲戚，那就别在外面杵着了，显得本座不懂待客之道。听说你是来咱们这新堂口捧场的？正是，听说这里生意红火，特来看看。算你有眼光。走，既然来了，本座带你进去开开眼。大当家，慢点，那是客人，别把肥羊，哦不，别把贵客拽摔了。少废话！啊！二狗子，赶紧去让后厨杀鸡。咱们本家亲戚来了，必须上硬菜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这哪里是怡红院？这些女子的精气神，竟然比京城巡防营那些混日子的兵油子还要强上几分。怎么样，老陆？这场面够不够大？这兵练得够不够硬？这都是你教的？那是，本座说了，女人当自强，靠男人是没用的，只有自己拳头硬了，才能在这个世道立足。本座教他们练武，不是让他们去打架，是为了以后能挺直了腰杆做人。挺直腰杆做人，这简简单单6个字，却道尽了治国爱民的真谛啊！好，说得好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胸襟和见识。行了，别光站着，既然来了就是客。二好子，去把最好的酒拿出来，本座今天要跟老陆好好喝2杯，顺便聊聊这分补以后怎么发展。老陆啊，看你这身打扮，家里是有矿吧？略有薄产，家里房子挺大，住了不少人。房子大好啊，那你肯定缺看家护院的吧？看看下面这些姐姐，身手都不错，
回头本座给你介绍几个去你家当护院，保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家院子确实缺几个像样的护卫。什么声音？什么人敢在本座眼皮子底下听横讲？出来！抬起头来，让本座看看是哪路好汉敢在本座的脚底下安家。逆子，老陆啊，这事儿办得不地道吧？大当家何出此言？瞧瞧这鼻子，瞧瞧这招风耳。你要说这小耗子跟你没关系，本座把这桌子吃了。老实交代，这是不是你在外面养的？那个，看这孩子穿的不错，却只能躲桌底啃馒头，肯定是被家里的大老婆赶出来了吧？胡说八道！我陆某人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家中并无悍妻，也无外室，我不认识他。我不认识这位老爷，我就是个路过的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都说不认识，那就算了。不过就这身板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还想出来混？除了吃馒头，你还会干嘛？我会写字，还会算账。新堂口刚开张，五哥那个乡主忙着去朝廷卧底，正好缺个记账的小弟。行，算你有门手艺，饿不死。坐下吧，既然进了这个门，那就是缘分。看在你俩都长得一副倒霉样，又都姓陆的份上，以后这就是咱们忠义堂的编外人员了。你年纪大叫陆，你年纪小看着又怂，就叫小陆。老陆、小陆听着就像一家人。以后跟着老陆多学学，看看人家这气度，再看看你这畏畏缩缩的样，丢人。行了，别愣着了。小陆，给你这位老陆大哥倒酒，以后跟着老陆多学学，看看人家这气度，再看看你这畏畏缩缩的样，丢人。让我给父皇倒酒，还要叫大哥，这可是大不敬啊。小陆啊，既然大当家赏识你，以后就好好干，别整天想着偷馒头吃，要走正道。是，大哥教训的是。这是本座刚才顺路从街口我王大爷那儿赊来的。看你们俩这瘦了吧唧的样子，肯定是平时没油水，趁热吃，补补身子。吃吧，大当家赏的，别浪费了。很甜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觉得，父皇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君王，而是一个给我分红薯吃的老陆。大当家，恕老夫多嘴，女子本该在闺阁中绣花描红，相夫教子。你让他们舞刀弄枪，练得满身臭汗，就不怕他们以后嫁不出去？老陆啊，你这思想太陈旧，得改。这世道好昌山倒，靠人人跑。这些姐姐们也是苦命人，若是自己没点本事，将来遇上个薄情郎，或者是像隔壁王尚书那样的坏老头，难道只能哭着去跳河？只有自己拳头硬了，腰杆子才能直起来。咱们当老大的不能护他们一辈子，得教他们吃饭的本事，还得教他们保命的本事。与其给他们一条鱼吃，不如教他们怎么把那个有鱼的人打趴下，然后把鱼塘都抢过来。虽然这解释歪到了108000里外，但那个核心道理竟然该死的正确，这不正是治国安民的最高境界吗？朝廷赈灾，若是只发粮食，那是养懒汉；若是让流民以工代簪、修桥铺路，那才是长久之计。这哪里是土匪逻辑，这分明是大道至简的帝王心术啊！此女若为男儿身，必是安邦定国的宰辅之才。太傅教了我10年的仁义礼智信，让我要爱民如子，但我从未想过，真正的爱民不是施舍，而是让百姓拥有变强的能力。老子倒要看看是谁把这里的头牌都藏起来了！一群穷鬼躲在这儿吃红薯，赶紧滚！这包厢本大爷征用了。多少年没人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了。小陆，大当家，别在这装鹌鹑！刚吃了本座的红薯，现在该你干活了。上去把他给本座扔出去！要是连个最美都收拾不了，以后别说是咱们忠义堂的人，
丢不起那人。我不行。还愣着干嘛？是不是想让本座亲自帮你松松骨？前有恶霸，后有魔头，死就死吧。赢了，姑，赢了！原来打架是这种感觉。好，干得漂亮！这一招铁头功虽然姿势丑了点，但胜在有气势。小鹿有点男人的样子了。这小子总算没给陆家丢人。滚！回去告诉你们老大，第一宏愿改姓陆了，再敢来闹事，本座把你们挂在门口当灯笼点。多谢大当家指点。这两人骨骼惊奇，老的沉稳，见过大场面；小的虽然怂，但刚才那头锤撞得响亮，是个可造之才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俩人都姓陆。老陆、小陆，俗话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。今日咱们在这忠义堂相聚，又一起打跑了恶霸，这就是缘分。本座看你们俩也挺投缘，既然大家都姓陆，500年前是一家，不如咱们就在此斩鸡头烧黄纸，结拜为异姓，哦不，同姓兄弟。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本座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们一口汤喝。跟父皇结拜，那岂不是乱了纲常？这是要遭雷劈的呀！什么规矩？在道上，拳头就是规矩，义气就是规矩。怎么，你看不起本座？还是觉得本座这忠义堂的庙太小，容不下你们这2尊大佛？朕这一辈子听惯了万岁，还没听过大哥二哥呢。这小丫头既然把朕当江湖人，那朕就陪她玩玩这江湖游戏又何妨？好，大当家说的对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今日咱们就结拜。父皇，您是认真的吗？来，排座次。按照道上的规矩，本座是这儿的大当家，又是这次结义的发起人，这大哥的位置，本座当如不让。朕成了老二罢了，老二就老二，总比当小弟强。老陆，见过大哥。小陆，你最小，以后就是三弟。以后出门在外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就报你大哥和二哥的名号。以后要管亲爹叫二哥，回宫还不得被宗人府骂死？三弟，还不快叫人！大哥，二哥。好，既然结拜了，那就得交换信物。二弟、三弟，你们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都亮出来吧。这是二弟的一点心意，虽然只是块石头，但胜在水头足，冬天摸着暖和。成色还行，雕工也不错，那几条长虫刻得跟真的似的。行，二弟这心意大哥收下了，回头给你换个不锈钢的盆，那个耐摔。大哥，这是三弟祖传的金牌子，软的，真货。三弟虽然穷了点，但这人实在。这金牌子本座先替你保管着，免得你哪天饿极了把它卖了换馒头。这是大哥刚才在街头王大爷那儿赊来的极品烤红薯，这可是红心的，甜的掉牙，趁热吃。吃了这红薯，咱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。我用9龙玉佩换了个烤红薯，这买卖好像有点亏。甜，真甜，这比御膳房那些精雕细琢却冷冰冰的点心要好吃10000倍。三弟，吃啊，大哥赏的，别不识抬举。今儿是本座接手这新堂口点卯的日子，老大当军师，老二当打手，老三管账，老四当卧底，老五去收保护费。不对呀，老当家明明说他生了7个带把的。二狗子，除了你这个跑腿遛狗的，咱们这堂口是不是还少个人？被拍花子的拐了，还是让狼叼了？大当家没少，都在这儿呢。胡说，给本座老实交代。
大当家，还有一个是六哥陆百草，但他是个疯子。哦，怎么个疯法？长了3个脑袋还是8条腿？他一个人住在城外30里的百草庄，这是百草庄。那地方阴森森的，连只火鸟都没有。他在那儿炼制夺命药，满屋子的毒蛇、蝎子，大锅里熬着绿油油的毒水，闻一口就能看见太奶。大当家，他就是个活阎王。夺命药、毒蛇、蝎子，好东西啊！这不就是咱们绝命谷的特产吗？本座正愁迷魂药快用完了，家里居然藏着个炼毒的，技术工种，天助我也！二狗子，备车，本座要去视察百草庄。我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不去，你是想被毒蛇咬，还想被本座把骨头拆下来搭积木？自己选。我去还不行吗？郡主这是要去哪儿游玩啊？不玩，本座听说六哥一个人在城外种地怪辛苦的，本座去看看他，顺便帮他收收庄稼，这就叫兄友弟恭。懂，老奴懂，多好的郡主啊！老奴这就去准备几个大空坛子，方便郡主把六公子的土特产拉回来。炼毒的，希望你那儿的货够劲儿。要是敢拿兑水的假药糊弄本座，本座就把你扔进锅里一起炖了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大当家，就送到这儿吧，前面那就是六哥的地盘了。你也知道，六哥那个人六亲不认，我要是进去了，估计会被他扔进锅里炼油。出息！行了，你在外面候着，别让野狗把马车叼走了。舒坦，这味儿正，跟绝命谷药房那味儿一模一样。看来这个老六是个懂行的。太瘦了，没什么肉，还没长开呢，放回去再养养。这个不错，腿粗，油炸肯定酥脆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见血封喉，触之即死，这就是艺术，这就是美。